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官方更新了 KVK 有出现了伟业之路，这个东西跟军器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官方现在才更新。那里面的东西大致上我在之前的爆料中有提到过。不过第3排的荣誉奖励呢，其实是跟我们之前打荣耀值是一样的，只是他把奖励的部分搬过去了而已。原本在荣耀路的右上角是有排行榜跟奖励内容的，可能认为搬过去会比较方便看吧，所以把它移走了。基本上荣誉这里没有太大的更改，只是多了一个联盟的项目。联盟的项目是看你占领了多少个建筑物，占领越多可以拿到更多积分，或者占领比较稀有的建筑物拿到的积分也会更高，像圣城之类的。不过我们看规则说明，只要建筑物失去之后也会失去分数，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建筑物。占领的奖励就在伟业之路。不过在看这个之前，我们去看征战成就。因为我看到 K2 的 KVK 呢，他们的征战成就如果是获胜的话，可以拿到自选铭文宝箱。不过从这里看来好像没有铭文宝箱啊，军团这里也是没有，那阵营这里也是没有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先看占领奖励吧。占领奖励这里有区分的，你是要拿到圣城并且王国要塞没有被烧，你才可以拿到最上面那一排，可以获得征服者之证，有额外的商店可以购买东西。毕竟要获得这个东西的条件其实还蛮高的。再来征服者酒馆，之前我介绍过，可以选择最新的统帅，并且是选择2位。这里的奖励是给30个，应该是可以开30次。不过现在征服者酒馆还没有出现啊，所以我们看不到规则。再来金色的自选军器宝箱，可以自选要哪一个阵型的军器，但是军器开出来的内容是随机的，就是说这东西还是很看运气啦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里面开到100%是金色的军器。这一下面的奖励是根据排名来给的，但是这个根据联盟来给的，并不是根据阵营。规则里面有说明到，如果你是已经获得征服者奖励的玩家，不能再获得力战者奖励。所以这里罢名的排名呢是没有包括胜利的王国的。在 KVK 结束之后，征服者铭文商店、征服者酒馆也会开放，到时候就可以用这里奖励的次数去开酒馆。不过力战者酒馆它只能选择1个统帅而已，还有第1到第3名的联盟才可以获得金色的军器宝箱，其他全部都是紫色的。不过紫色的箱子也是有机会可以开到金色或者是紫色的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或许拿到第4、第5名应该还算不错。征战奖励，我看到里面大部分东西都是从征战成就那边搬过来的，不过里面内容都是包含一些占领建筑物或者是击杀，其他荣誉值之类的就没有包含在里面。荣誉奖励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这个你们之前也看过了。接着新增加的东西就是商店，多出了铭文商店，之前的备战商店依然还存在，也没有看到有新加东西，所以那些已经完成装备的玩家可以不用看这里。官方可能是认为说大部分的玩家已经把装备搞好了，所以把征服币搬来这里，你们可以通过征服币来购买铭文。可是这里商店有区分征服者商店跟一般的商店，像画面上右上角有一个标记的，这个只有征服者之证的玩家才可以购买。那我看了这里的铭文几乎都算是最好的铭文，也就是说只要你赢 KVK 的次数够多，打造出来的装备就会更强。要拿到这个东西也不是这么容易啊，要赢 KVK 之外还要有征服币，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不要让花你们的征服币之后有用处的，否则到时候 KVK 赢了也没有钱去买。那征服者商店看完之后，下面就是非限定商店，全部玩家都可以购买，只要你有征服币就可以了。不过这里的铭文就没有上面的铭文来的强，征服者商店的铭文呢，大部分都是有固定的数值，并且再加上额外的 buff。尽管如此，非限定的铭文其实还不错，就算拿不到最好的铭文，也可以拿这些来代替。因为商店的变化，我觉得之后的玩家应该不会去买图纸了。一来图纸的价格也比较贵，要2个征服币才可以购买，而且锻造材料的成本也很高。并且现在征服装备跟一般的金色装备呢，其实相差并不会太远，现在用军器也可以弥补上了。以性价比来计算，优先拿铭文会更好。当然的，你要更强大的话，两边拿是最好的，拿图纸、弄专属、觉醒，加上军器跟铭文，这些任务呢都是那些车头大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我们没有能力的话，就在旁边看戏就好了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